大家好，我是李伟康，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二，距离国庆日呢还剩几天的时间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哦。一个国家的尊严真的不是只是靠放放烟火啊、升升国旗啊、喊喊口号呢就能够撑起来的。说到底呢，要靠的就是扎实的制度、国防，还有真正的安全。今天我要讲的呢，就是我们国家元首最近公开通批的那一个荒谬军购案啊。他老人家呢亲自出手挡下了老旧黑鹰直升机的交易，这背后藏着的才是真正关系到马来西亚未来的大问题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先给大家一个科普啊。根据宪法呢，我们的最高元首不只是象征式的国家领袖，他其实呢也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。虽然日常的国防政策啊和军购决策呢都是由政府和国防部负责的，但是国家元首一旦公开表态啊，分量呢就非常重了哦。因为这不再只是政党之间的口水战，而是国家最高象征呢直接对国防系统发出的警告。这次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呢就罕见的发火啊，公开的说不要再买那些荒唐又不实用的装备了。还直接点名救黑鹰是飞行棺材，这话一出啊，军方呢马上就退缩哦，几天内呢就宣布取消合约。在我来看，元首这一次发声呢绝对不是偶然啊，它更像是一记响亮的国庆警钟。我们每年8月31日都在喊独立、喊主权，但如果连军队用的都是过时的装备，还得靠别人的二手军舰呢来撑场面的话，那这一种独立根本就是纸上谈兵。真正的主权是要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、空和国土，而不是等别人送退役的巡逻舰呢来补漏洞的哦。我们回来看看这一笔黑鹰交易啊，总价值1亿8700万令吉，买4架呢已经用了超过30年的黑鹰，平均一架要4700万。元首金口一开呢，这个交易就立刻取消了。为什么事情会搞到这样呢？说穿了就是国防采购早就被利益和人脉绑架了。苏丹伊布拉欣也直接讲了哦，国防部里面一堆所谓的代理人，很多根本呢就是退役将领转身变成军火的销售，靠关系游说，结果买来的东西呢又贵又慢又难用。这问题不是第一天了哦，以前我们买二手战机就被笑作是飞行棺材。你说这个可耻吗？我们的军人每天都在前线拼命训练，结果给他们的呢却收二手货、不合格的装备。大家还记得去年霹雳海军基地2架直升机彩排时相撞，10条人命就瞬间没有了。再早1个月，海事执法局的直升机呢直接堕海，这些只是意外呢？我看不是，这只是制度长期腐败所造成的代价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问题早就被曝光出来了哦。去年的审计报告显示，一个78亿令吉的装甲车计划拖了超过2年啊，承包商钱全拿了，却没有交车，违约罚款呢也没有执行。滨海战斗舰计划呢，从2011年搞到现在，已经花了超过60亿啊，一艘船都还没有看到。结果我们的海军呢，还在用老掉牙的船啊，甚至要靠老美国啊送我们一艘退役舰来撑场啊，这就是马来西亚国防的现实。国家元首这一次龙颜大怒呢，不光只是针对这一笔交易哦，而是对整个烂掉的制度。他之前就说过，5年前呢就有人花500万买一艘船给突击队用，他自己去市场一问，同样的船不用200万。他也提到2022年承诺要盖的训练泳池呢，到现在呢还是一片烂摊啊。这些细节都在告诉我们，这个系统呢已经烂到连元首都看不过眼了。那这个时候你会问，安华政府怎么说呢？安华自己在多哈的论坛上也承认啊，马来西亚呢没有能力完全掌控自己的海域，尤其是在美国指控我们变成伊朗石油的中转站时，他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啊，我们的国防呢根本是空壳。我不是说马来西亚很有钱，但有限的预算呢还这样乱花，等于是双重的打击啊，既没有保护好主权，又浪费人民的税金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不妨拿东协各国的数据来做个对比哦，看看我们的处境到底严不严重。根据最新的区域资料啊，东协各国平均的军费呢，大约维持在 GDP 的 1.5% 左右。新加坡最突出啊，军事支出占 GDP 高达 2.7%，
每年投入超过180亿美元，技术水准呢在区域内遥遥领先。印尼的军费约187亿美元，占 GDP 的0.88%到1%，而越南呢大约146亿美元，泰国116亿美元，菲律宾呢也有90亿美元左右，而马来西亚呢，我们的军费大约是91亿美元，占 GDP 比例和区域平均是差不多哦，约1.58%。看起来不低啊，但是问题是钱花出去了，却没有换来像样的装备和战力，这才是最致命的。跟新加坡、印尼相比，我们不止钱比较少，而是钱用得更糟糕。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元首的批评呢，显得那么一针见血啊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们还要看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什么偏偏国防部比起其他部门呢，更容易发生贪腐？原因有几个哦。第一，军备案的金额呢，通常都非常庞大的，动辄呢就数十亿、上百亿啊。像 LGC 战舰计划、Scorpion 的潜艇案，金额之大呢，一旦黑箱的话，就很难去追踪了。第二，国防呢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啊，透明度远远低于教育、卫生、公共工程，导致监督缺失。第三，存在着退役将领呢变成军火剑客的旋转门文化。游说和利益输送变成常态。第四，监管执法薄弱啊，审计署揭露的问题经常不了了之，反贪会呢也少有追查到底哦。这些因素加起来啊，使国防部呢几乎成为特权领域，贪腐风险比其他部门呢更高。这也是国家元首这次介入的背景和意义。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，国庆日的意义呢不是在喊口号，而是负起责任。如果我们的军队还在用老爷装备，那每一次的升旗，每一次的唱国歌，都像在打脸自己哦。苏丹 Ibrahim 这一次算是撕破脸了哈，直接点名批评国防部，那是属于非常罕见的。但是我呢支持他，因为只有这样呢，才能逼迫政府面对现实。当然啦，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，会不会真的有改革？如果只是取消一个黑鹰交易，但没有从根本上呢改革军购的制度，那很快呢又会有下一个飞行棺材冒出来了哦。我们必须推动透明公开的招标、专业的评估，不能够再让退休将领呢或代理人背后牵线。我甚至觉得啊，国防采购呢应该要成立跨党派的国会委员来监督，所有的合约摊在阳光下，不能够再有黑箱操作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军人才有机会使用合格的装备。最后我想说，这个国庆我们除了庆祝独立，还要自问自己，我们的独立日是不是只剩下国防空壳？如果没有改革，没有真正的强大国防，我们的主权随时都可能被踩在脚下。苏丹 Ibrahim 点起了第一把火，接下来呢，就要看看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有没有决心，把这一个腐烂的制度烧干净，重新建立起一支真正能够守护国家的军队。当然，这些问题你也不用指望阿克玛那条水呢去挑起的，他只是一个会懂得选上家来欺负的懦夫而已。关于政治霸凌呢，我会在下一个影片和大家解说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用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和转发，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的国庆呢不应该只有烟火和国旗，更应该的是改革的开始。我是李伟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